好，我这个是简报的大纲，就请大家参考。我所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从我们如果说今天在区隔台湾林业的阶段的话，第一段应该是开采林业，第二段呢应该是育成林业，第三段是生态林业。接着下来，我们应当还有个林业，我现在用它的名词叫做防灾林业，这是我自己说的啊。一般来讲，共识，尤其我们今天来看阿里山，特别了解在从阿里山日本人看到这一片森林的时候，他是称呼无尽长，同时总督府也决定全面开发，以阿里山为滥觞，台湾就开启了台湾采伐林业的开始。中间叫育成林业，最后这几年来，我们注重森林的生态效益。莫拉克台风灾后以后，我们发现森林是人类最后的一道屏障，所以将来可能要往防灾林业的方向去发展。好，这是3个大林场的开发，这边是一个示意图，3个林场就是。这边是按地理位置说，太平山、八仙山、阿里山。阿里山刚才大家都讲过了，也许我用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知道，主要的是它的变迁，从阿里山森林铁路开始造起，到最后发展成阿里山国家森林娱乐区，在1995年正式设立。在此之前，其实早就在森林娱乐区里面已经开始在运转。这是八仙山，八仙山是在台湾中部曾经名列8级，八仙山后来也成为森林娱乐区。它的系统除了轨道架空索道以外，另外它还有一个特色，这边没有写出来，是湖流索道，浮在地上的湖流索道是非常的特殊。太平山现在也是太平山森林娱乐区，它的特征是从木马道以及结合南洋溪的水印。所谓的管流，这个3大林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各项的民财建教设施都有。太平山还有国中，相对应的八仙山跟太平山也都有教育的设施。到现在，太平山还有一个太平山之友会，日本的朋友们每年都会来此相聚。曾经在太平山长大的日本人。但是这几年来逐渐的凋零，也许过几年以后会发展成一个纯粹是日本人凋零的一个台湾的太平山的一个之友。这个只是说一个历史的变迁，那这个是在林场开发里面我特别要说明的部分。那这个是林产处分，林产处分在日据时期曾经有特卖，光复以后就改成标卖，另外还有专案采取。特别要强调的是，所有的采伐都是根据事业区的经营计划，没有每一个地方的采伐计划都必须组队看定，没有办法超过各个作业级的容许年华量。我所要说的是，这些的采伐的过程都有严谨科学的基础。那这个是林产物的处分方面。下面我要谈到森林的培育，在育种方面特别讲究的是从竹类开始引起，在海岸就是木麻黄，先民其实是从大陆开始引进竹类，后来我们设置了母树林，这是台湾育苗的一个最根本，也设了种子园跟采穗园，主要的都是要利用优良母树的一个种源来进行繁殖育苗的工作，确保台湾的育苗它的种源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在造林来讲，是分为国有林区的造林跟县市政府分别不同的造林。造林的方式通常是2类的造林、带状造林等等方式。在造林中心区，这是台湾的一个特色，曾经成立了25个造林中心区。我们曾经现在的林务分级分区里面，大部分就是以造林中心区来做林务经营区。当时是希望造林中心区以林道2旁
这造林就将来就发展成生生不息、永续经营的林木经营区。此外，也讲究天然根性造林，尤其在深山的生育地里面条件恶劣，60年代就采取天然更新。许多灾后完毕以后呢，也进行一些天然更新。那这个部分是林相变更与改良，特别要提的林相变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指引的，在林业史上是相当大的一个重要的人工造林经验，在台湾。因为林相变更不仅仅是改变了台湾的森林的面貌，把100立方公尺以下的森林变更为纯林，这个目前当然有讨论的空间，是否是正确，是有一些议论。可是，在当年林下变更的造林成绩是可贵的，尤其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些林下变更的造林地，将北部的东眼山、观雾、溪头，还有我们南部的双流，几乎都是这些造林地所演变的，尤其是双流森林游乐区，这些都变成了林相变更所展现出来的森林游乐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林相变更是一个成功的人工造林经验。那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在当年的物质比较欠缺的时代，所有的林区的主要的设施，包含了工作站的设施以及员工的宿舍，都是靠林相变更的经费新建起来的。后来又执行了林相改良，林相改良就是与林相变更比较缓和的方式，在林地里头把不良的树种予以淘汰，在空隙地里面种成复成林，形成一个复成林。林相改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雾林是一个比林相变更好的方式，但是这是我们今天的论点，我们恐怕不能以今天的论点来论断过去前人的一些贡献。那澎湖造林，澎湖在陆沙台风以后受到天候的影响，变成一个很贫瘠的地方。我们在88年开始成立造林队以后，目前澎湖造林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这些林务局在澎湖造林采取了一些育苗的技术，除了彻底更新它育苗的技术，而且设置防风林跟防风支柱，选择的树种都是本土的，但是有南洋杉是意外的树种。原来我们在考察以后发现，南洋杉是可以在风吹以后不折的、不崩折的，因此选定南洋杉以后，变成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树种。虽然它不是本土的，可是它也发挥了它的效果。所以澎湖造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成就的。莫拉克之后以及921之前、921之后之前的921，我们崩塌裂造林也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重要的地方，我们如果有保全对象的地方，也必须进行崩塌地的造林，选择乡土树种。以耐干和耐病及生根可以固结土石的阳系树种来进行造林这个是抛造林的部分。第6个部分是海岸造林，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造林的一个区域。海岸长城能够营造起来，就变成陆地的一个屏障，所以它是选择好几类的造林，以木毛黄为主，最后还是选择一些像是草海桐、黄锦、白水木等等的，来变成一个复成的林相。那同样的，也有选择一些红树林的树种，营造海岸的湿地。这是造林方面。最后一点要讲的是奖励造林。赫伯台风以后，我们运用国家的资金来订定奖励造林，奖励民间给他奖励造林。初期是53万，一开始是20万，后来53万，在97年的时候又提高为60万。这个是目前是60万来进行奖励造林，这个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那这是绿色造林，主要的是因应我们在 APEC 经济体里面雪梨的仙源里面要增加到净增加2000万公顷。我们希望能够绿色造林在台湾能够发展，希望我们从覆盖率到2020年，我们的目标能够到60.23从58.53提高60.23，这个是到我们目前已经提出去的数字以此为目标。这个是造林的过程。这个是林业政策的部分我想我们就很快的跳过去。林业政策，因为时间的关系，林业政策，从日本的时候到光复到台湾林业政策经营法则，最主要的是这几张图可以秀给大家看的是，可以看出来
整个林业的变迁是从采伐林业到育成林业。看看这个协会，现在这个索道本来是运材的，可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谈吐方便，假设你不做运材车，你就必须从这个冲下上去，然后再上切，那走2天的时间，或者走1整天的时间。可是你做这个运材的索道的话，一下就到了，是相当的危险。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不能做事。可是我们的林业人员就这样的冒险犯难。台湾林业经营改革开放民国65年开始改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林业管理经营，要以国土保安的长远利益为目标。那这句话已经变成森林法的第5条，是一个很重要的森林法的一个条文。最后也一直第3为台湾森林经营管理方案。到目前为止，现在最重要的加强国土治理复利，恢复山林或是森林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体系，塑造健康的、有气的跟教育的优质环境。那这个就是我们森林的一个发展。这不简单啊，简单就是说 ，in brief,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forest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forest law Taiwan have the first is the land secur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kay, the second is restoration of the natural forest to enhance our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n the third is protect and enhance our forest biodiversity in the ecosystem. And thirdly is establish a healthy and also for the recreation as well as education purpose. 好，谢谢。接着我们要谈点比较快乐的事情啊，就是森林育乐的发展。森林乐区刚刚讲过了，主要的是运用华彩的基地，像发展成森林游乐区，太平山、阿里山跟八仙山都是如此。所以在法律上，民国74年在森林法里面也定成森林游乐区。乐区的特色主要是游憩路线故事化，有一些故事，它的内涵是优质的，它经营管理要社区化。目前是森林游乐区里面3个主轴。这个就是太平山。我们设立自然教育中心，从运用森林游乐区变成一个自然教育中心 （Nature Education Center）， 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小孩子们能够到森林里面来体验森林里头的任何的一些乐趣。你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这边认真的学习，看他们的神情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目前有8个自然教育中心是从东野山开始的。为了让人民更健康，我们建立了全国的步道系统 （National Trail System）， 那里有14条的国家步道系统跟14个区域的步道系统，主要的是让周边的居民能够一起来走入森林，也透过生态减缩，结合山村的聚落跟产业，那么让地方上也能够参与，就变成一个包容性的成长 （inclusive growth）。我们又设立了3个平地森林游乐区，一个讲究的是低密度的、低商业性的低碳，一个是大龙大湖森林园区，在花莲里面1200公顷。这个是用大龙大湖的竹制的藤子艺术节，在今年的5月22号开幕。这个竹制的编屋我们叫 habitat， 它的居所，它是 designed by 的美国的这个艺术家，但是这个编织完成的 finished by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就是当地的原住民族做出来的啊。这个是麻药，这个是万老大他们编织出来的，这个不容易哦。看看这好像是悉尼的歌剧院，雪梨的歌剧院。那这是一个生命宝树，也是一个创作家。小朋友把他的内心的画，他看到心目中的他们小朋友里面看到心目中的一个希望，跟他看到的美好的印象画出来，挂在这个生命树上。
这个是平地森林园区一个大特色。另外就是鳌骨，我们嘉义的鳌骨在12月17号就要开幕，它是国际湿地公园。这个鳌骨现在得到一个奖，是美国景观建筑学会的一个分析规划组的首奖。上礼拜我们举行的记者会发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三是屏东林后湿地发展成跟大武山低海拔的自然森林，这3个地方都是重要的一个林业平地上用平地造林成功的平地造林把它发展森林园区。最后我们还有林业文化园区，这是 Forest Culture 林业文化园区，有很多的旧有的林业的文化跟历史，我们要保存下来。分别在宜兰、罗东、林田山，还有我们现在阿里山的林业村怪异生物群，就要成为重要的林业文化园区。东市上个礼拜就举行了一个国际林业文化节木雕艺术活动的开展，有9个国家、20个艺术家一起开展啊，这是我们的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雕像里面，它的这个雕像是叫做璞玉，但是它最主要的是它要种植这一棵是土肉桂，用种土肉桂完成这个作品。那这个土肉桂本身也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就由这个创作家石先生跟我们的主任委员共同来完成。这是在上礼拜完成的。这个是艺术家里面在做他的电脑解说他这个图像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time is up over short of time。说了看，这个宝安林自然保护区，我想就简单的讲，宝安林这边有日本的先进，宝安林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民国前4年在大高，这是在高雄寿山一带正式公布的宝安林。那宝安林有很多的宝安林，现在一共有46万公顷，主要的是防止土沙崩坏、水源涵养等等。那自然保育的部分呢，我们有列了很多的自然保护区，台湾的森林。可以作为自然保护区，可以作为 nature reserve， 可以作为 nature forest protection area and national park、national wildlife habitat、national habitat 的这个重要的保护区啊。那么自然保护区是从民国54年开始发想的。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这是最近我们释放海龟这个野放一个珍贵的鸟类，这是一个。消防 ，OK， 我是这样。最后来讲就是后面以后的展望，就是要落实这个 forest management、ecosystem management， 然后可以我们的 sustainable 来 manage 我们的 forest resources， 然后要推动符合生态的保安需求的森林护育工作。最后我们还继续来发展 develop our forest ecotourism and the nature education center provide a very good place for people to education in the forest area. And also we are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ea 来保护这个栖地环境，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大概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目标。谢谢大家。